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上次做了神奇宝贝里的家门宠系列，今天就来介绍一下神奇宝贝里的家门鼠吧。注意，咱们皮神虽然归为电气鼠，但却不在家门鼠的范围内，因为皮卡丘可不是你刚刚出门就能够收服的。第一种小拉达，小拉达在我个人心中是一种非常弱鸡的神奇宝贝了，在游戏中我绝对不会去主动收服的那种。它们的原型应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老鼠了，繁殖速度非常快，两颗大门牙是它们最大的攻击武器。阿鲁拉地区小拉达的肤色则是黑色的，由于伙食好一些，所以它们会拥有贪吃鬼、活力，甚至有可能还有厚脂肪特性。但是由于它们会经常成群结队的偷吃人们的食物，因此它们的路人缘并不怎么好。小拉达进化后就是拉达，小拉达是老鼠，那么拉达呢，就是巨型老鼠了。第二种韦利，韦利是成都地区的家门鼠，它们长得就比拉达可爱多了。在野外，你经常可以看到它们立起尾巴观察远方，这是它们的习惯性行为。一旦遇到什么危险，就会立马告诉同伴。韦利进化后就是大韦利了。关于大韦利，我印象比较清楚，那是因为在成都联盟预选赛的时候，皮卡丘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他。当时我以为他就是个小角色，没想到他竟然在前半段狂虐皮神，不停的挖洞，搞得皮神都快晕了。虽然最后皮神开大把他打败了，但是他的实力已经得到观众的认可了。第三种石纹熊，石纹熊是丰原地区的家门鼠，好奇心非常旺盛的一种神奇宝贝。它们的走路方式是之字形的，而进化成直冲熊后，走路方式就变成直线型了，非常不善于拐弯。在 AG 第112集里，一只直冲熊在小瑶的眼皮子底下，把麦芽种子和狩猎凤蝶的精灵球给偷走了，可见它们的速度之快。但是直冲熊的能力可并不是只有这样，在这集的最后，精灵球又被武藏他们拿走了。在他们打算逃跑的时候，直冲熊在这么远的距离，直接一个飞跳就跳到了热气球上。我只想说，真是牛逼！原来你不仅跑得快，还会飞啊！另外更值得一说的是，直冲熊的实力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不仅会使用水系技能，连电系绝招都会。小智听到他还会用电系绝招时，都吃了一惊呢。第四种大牙狸，大牙狸是神奥地区的家门鼠，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，当然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然而这里我要重点介绍一下他们的进化型大尾狸，他们可以说得上是非常优秀的建筑师了。他们筑坝的河流绝对不会发生洪灾，在 DB 第57集里就刻画出了他们这点。当时一个劣质的设计师为了赶工期，打算修筑一座随时会崩塌的劣质石桥，而大尾狸为了不让他这么做，先是故意旷工，最后被逼急了，直接就和这个设计师干上了，瞬间被他圈粉啊。第五种探探鼠，探探鼠是伊修地区的家门鼠，他们的视力也非常的好，在黑暗中也能够看到目标。进化成守望鼠后，眼神会变得更加锐利。伊秀地区第二个道馆馆主使用的神奇宝贝就是守望鼠，当时小智本想要随着他回来，谁知守望鼠就使出了黑眼神，让小智无法交换。通过这场对决，我们也大致了解了一下守望鼠的能力，还是非常值得培养的。小智的水水獭经过一番苦战后，被他的10万伏特打败。第六种绝绝兔，绝绝兔是卡洛斯地区的家门鼠，他们最特殊的能力就是那灵活的大耳朵了。他们的耳朵可不仅是听力器官，还可以像铲子一样在地下挖洞呢。说到绝绝兔的话，就不得不提到希特能的那只了。皮卡丘在卡洛斯地区的第一场对战就是和希特能的绝绝兔，这场战斗也是比较精彩的。然而这场战斗却因为火箭队的打扰没有分出胜负，直到小智与希特龙正式进行道馆比赛时才有了结果。最后的结果是皮神赢了，但是其中也是非常艰难的。绝绝兔进化后就是绝地兔，此时他们的耳朵会有更大的力量。但是呢，我个人而言是绝对不希望它进化的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丑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在神奇宝贝 XY 第98集中，希特能的绝地兔在小远的梦境中就曾经进化成了绝地兔，被打败后又变回了原形。不知道大家当时对于绝地兔进化成绝地兔有何感想呢？反正我是觉得满满的违和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神奇宝贝里的家门鼠了。总结一下，它们全是一般系神奇宝贝，而且几乎都有一颗大门牙。那么你们最喜欢谁呢？最后就是我新建了一个游戏频道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。里面我会更新一些其他的游戏，并不只有是精灵宝可梦的。最近买了比较多的游戏，比如说塞尔达，还有那个明星大乱斗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。好了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